这天我正在玩 cosplay 恋爱小黄油，竟意外穿进了恐怖游戏里。杀人不眨眼的恐怖 boss 冷漠地站在对面，我却只是盯着他的帅脸嘿嘿傻笑。恐怖 boss 一愣，你不怕我？我娇媚一笑，怕什么怕？姐来就是为了扮你的。白小姐，给您匹配的帅哥即将到位，这边需要您先洗个澡，穿上我们为您准备的专属服装哦。小姐姐甜甜的提示音在光线旖旎的卧室响起。我坐在梳妆台前，看着镜子里红透的脸，轻轻低下头，真是羞死人了。好闺蜜生日，竟然来带我玩这种游戏。不过听说这里的 NPC 都是拥有8块腹肌，颜值吊打一线男星的帅哥，我心里又紧张又期待，丝毫没有发觉，本来铺着粉红花瓣的现代卧室，不知何时切换成了中世纪西方的贵妇闺房。门把手吱呀转动的声音响起，一个男人的身影缓缓向我走过来，直到他走到我身旁，我才看清他的样子，瞬间亚麻呆住了。这张帅脸可以满足我对完美男人的一切幻想。他全身都笼罩在一件深黑色带着红色花边的斗篷里面，看上去有一种阴冷诡异的气息，更刺激了。来吧，我闭上眼，任由他进行下一步动作，说不准心里是激动还是紧张。你不怕？他的声音沙哑低沉，带着一丝玩味。我身子一颤，浑身起满了鸡皮疙瘩。他的呼吸有些冰冷，绕过我的耳垂，逐渐贴近我的脖子。我的心几乎跳到嗓子眼，丝毫没有注意到他微张的嘴巴里有2颗锋利的獠牙，下一刻就会咬住我的脖子。而就在这个瞬间，我突然大起胆子，一把将他按倒在床上，然后一个翻身骑到他身上。因为我突然想到，这个18叉黄油叫做征服，那我肯定得主动点征服他啊！不要怕，我是一个温柔的女人。嘴上这么说着，我的双手几乎把他的衣扣全部解开。突然他一把抓住我的手，俊美的脸上满是诧异，声音沙哑道：你在干什么？哟，还跟我玩剧情呢。我娇媚一笑，当然是你啊，老公。帅哥 NPC 愣住了，脸色几经变换，颇为古怪。最后他微微扬起嘴角，眼中蹦出一道炙热的光。你叫我老公？我正要说话，一道冰冷的令人不适的声音突然响起。S 级副本猩红之夜即将开启，欢迎各位玩家来到超现实的死亡游戏，进行这场惊险刺激的体验吧。此次副本共投放20名玩家，已分配玩家宿舍，只要活着度过3个惊险夜，即可完成任务，获得丰厚的奖励，返回现实世界。任务线索请各位玩家在城堡中寻找哦。切记，在游戏中死亡的玩家，现实中也会被抹杀。怎么是死亡游戏？不是18叉黄油吗？我打了个寒战，连忙从黑衣帅哥身上跳下，才发现周围的环境已经变了。我惊恐地转头，看着4仰8叉坐在床上，嘴角挂着一抹玩味笑意，直勾勾盯着我的黑衣帅哥，惊恐不已。你是谁？别急，很快你就会知道我是谁的。男人邪魅一笑，起身离去。随着深黑色的红边长袍离开房间，我长长松了口气。天哪，如果这是恐怖游戏，那我刚才的行为真是又羞又怕。还有现在该怎么办？偌大的房间，除了我沉重的呼吸声，只剩一个老古董钟表滴答滴答的走动声，上面的时针在3和4之间。现在的时间是下午3点30多分。游戏提示说，只要活过3个惊魂夜就能通关，也就是说城堡白天是安全的。想到这儿，我打定主意出去看看，寻找任务线索。毕竟我才20多岁，我这么美这么好看，可不能栽在这里啊！在我小心翼翼出门的时候，数条玩家看不见的弹幕在评论我：好家伙，这个叫白糖的玩家真牛，刚才竟然差点把最终 BOSS 给睡了。更古怪的是，这个猩红之夜的 BOSS 吸血鬼，过去在游戏初始时，他会稳定先猎杀第一个见到的玩家，这次竟然放过了白糖。放过个屁！你看的游戏直播还是太少了。这个 BOSS 之前也有过这种情况，遇见喜欢的女猎物，会留到最后慢慢折磨。总之，白糖完蛋了。猩红之月这个副本本来就是团灭本，从来没有人活下来过。这些人就是狼人和吸血鬼的猎物。再说，我们花了这么多钱，不就是为了看他们被杀光吗？我赌对了，白天的城堡没有任何危险。我和20多个走出房间的玩家，来到了1楼装潢华贵的客厅，到处都是华美的古堡装潢，随意一个装饰品带到现实世界，绝对发了。可惜包括我在内的所有玩家，现在都没有发财的心思，当前能活下去才是最重要的。大家应该都知道了，白天的城堡是没有危险的。我建议大家趁天黑之前寻找并分享各种线索，大家相互扶持着活下去，好不好？说话的人是现实世界的一位女星，身后跟着12个男性簇拥者，是目前最大的玩家势力。她一说话，粉丝狂热呼应。我支持星星姐的所有决定，从现在开始，所有人都要听从星星姐的命令。如果有人拿到线索不分享，小心我们对她不客气。唐欣欣显然很喜欢这种追捧的感觉，傲娇的昂着头扫视着其他玩家，目光落到我身上的时候，她眼底闪过一抹嫉恨的神色。作为女人，我瞬间明白，唐欣欣嫌我比她身材好，比她漂亮，这是嫉妒心发作了。我得离她远一点，省得还没被游戏里面的怪物杀死，先被她弄死了。不过找到的线索还是要跟他们共享，知道的信息越多，活下来的概率才越大。我找到2张卡片，一张上面说惊魂夜的时间是晚上10点到第2天早上8点，这个时间段会有怪物出来猎杀玩家，大家最好不要出门。第2张卡片上说，白天玩家不能进入其他玩家的卧室，但晚上大家可以一起抱团取暖。你们都找到了什么线索？分享一下吧。晚上8点半，我们回到城堡1楼的客厅，分享彼此找到的信息。好记性不如烂笔头，我拿起羽毛笔疯狂记录。城堡中有特殊武器，可以对怪物造成有效伤害。城堡除了1楼客厅、2楼、3楼客房，还有神秘的地下室，那里存在着通关游
游戏的捷径。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，弹幕逐渐活跃起来。我最喜欢看这些玩家做无用功的样子，他们以为只要合作就能活下去。呵呵，在那个终极 BOSS 面前，他们就像是蝼蚁一样脆弱。危险的不只是怪物哦，还有玩家卑劣的人性。你们注意到了吗？那个肥腻的胖子玩家正色迷迷地盯着白糖呢。今晚上有好戏看了呢。晚上8点30分，城堡外的天色已经黑透了，一轮血红的圆月悬在空寂的山谷上，诡异的景象时刻提醒着我们身处危险的死亡游戏。还好城堡内没有异样。华美的餐桌前，玩家们商量着接下来的对策。我建议大家组队待在同一个卧室，这样就算怪物冲进来，也有能力反抗呢。唐欣欣昂着头，用命令的语气说道：“好，我跟欣欣姐一个房间，除非我死，否则绝不让怪物伤害欣欣姐一根汗毛。我也跟欣欣姐一个房间。”转眼，唐欣欣就在一群男人的簇拥下上了红木大楼梯，她的力量又壮大了，我却不敢加入。共享信息的时候，她偷看我好几次，那目光分明不怀好意。而其他玩家大多都是性格孤僻的人，一看就不是好相处的。其中还有一个样貌猥琐的胖子，那眼神简直比怪物还可怕。没有人可以组队，我只好独自上楼。到楼梯的拐角处，我停下脚步，盯着墙上那张巨大的油画。画上一家吸血鬼举着刀叉，满眼贪婪地准备分食餐桌上的少女。少女绝望的情绪似乎穿透画框，令人无比压抑。而我的注意力却在角落里那道模糊不清的黑影身上。她应该也是一个吸血鬼，只不过没有上桌的资格，孤独地往壁橱里添柴火。我莫名觉得这道身影很熟悉，却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。正恍神的时候，一只手突然搭上我的肩膀，我猛地回头，看见那个猥琐的胖子正在笑盈盈地看着我。小妹妹，一个人很害怕吧？晚上我们在一个房间吧，有哥哥保护你，很安全的。说话的时候，胖子的哈喇子都流了出来，我险些吐了。不用了，我自己就可以。我强压住心中的厌恶，努力挤出一丝笑，生怕激怒他，一边绕开他肥胖的身躯，往楼上跑去。可刚跨上2个台阶，胖子就一把抓住了我，他猛地一扯，我的身体不受控制地跌落到他怀里。小妹妹，我劝你还是好好考虑一下，毕竟什么都没有命重要嘛。那瞬间，我浑身止不住站立，大脑一片空白，强烈的恐惧促使着我掏出银质匕首，本能地进行反击。我狠狠刺入他的手臂，胖子痛呼一声放开了我。借着这个空档，我拼命地往楼上跑去，一直跑到卧室，反锁了门，才蹲在地上大喘气。天哪，好好的黄油怎么变成了死亡游戏？那个胖子比怪物更可怕，他晚上如果闯进来袭击我怎么办？我紧紧握着银质匕首，这是我搜集到的唯一一把武器，心狂跳不止，可越怕什么越来什么。10点刚到，城堡就响起了沉闷的钟声，钟声在密闭的城堡不断回响，似是死亡颂曲，令我呼吸都有些困难。很快敲门声响起，我的身体瞬间绷紧，握着匕首护在胸前，连大气也不敢喘。小妹妹，怪物来了哦，快让我进去保护你！是胖子猥琐的声音，我没有听见任何脚步声，也就是说，他一直在门口蹲守，就等着10点降临闯进来。怎么不说话？该死，我的耐心是有限的。你现在开门，我还能保护你，把我逼急了，我让你生不如死。他的声音逐渐焦躁，开始更用力地敲门，一拳一拳，像是捶在我的心上。你死定了，等我进去，看我怎么折磨你吧。胖子的声音变得疯狂，同时猛烈的踹门。强烈的恐惧下，我死死咬着牙，做好了跟他拼命的准备。他踹门的力道越来越大，节奏也越来越快。快开门，求求你了，怪物真的来了，你快开门啊！我发誓我绝对不碰你，我用命保护你好不好？快开门啊！这一次，怪物好像真的来了。胖子的声音变得尖锐，充满了恐惧和绝望的情绪。我更不敢开门了，但绝望中的胖子爆发出了巨力，他猛地一脚将房门踹开。可胖子的眼神中却没有愤怒，全是恐惧。他肥胖的身躯即将冲入房间的时候，一头毛茸茸的东西突然将他扑倒，紧接着胖子痛苦的哀嚎声响起，3头一模一样的东西用尖锐的爪子将他撕碎。我看清了，那是长满毛发的狼人，半人半狼的脸上满是狂暴的杀意。他们一边吞噬胖子的尸块，一边死死地盯着我。我就是他们的下一个猎物。就要结束了吗？眼前的一幕让我的灵魂都在颤栗，但恐惧到极致也就不怕了。我大叫一声，举着匕首就冲了过去。不料刚冲出去一步，就脚下一滑，整个人狼狈地趴在地上。好不容易鼓起的勇气一下子衰没了。等我哆嗦着爬起来的时候，3头狼人居然全部没了声息。而杀狼者就是险些被我睡了的黑衣帅哥，他一手持着闪烁着寒光的长剑，一手扶额，显然是没眼看我狼狈的窘相。那什么，我想起有一条任务线索，是城堡中有针对怪物的特殊武器。黑衣帅哥这么强，一定是他的剑厉害。当务之急是把这个帅哥给留下来。您稍等一下，千万别走哈，我把这里清理一下。这时候什么都没有命重要，我打算收拾出一个干净的环境，然后把这家伙办了，征服他，让他死心塌地保护我。什么狗屁杀人游戏，老娘当黄油丸算了。救命啊！怪物来了！我收拾房间的时候，走廊不断地传来其他玩家的哀嚎声，但没有怪物再来我这儿。我忍着恶心，用最快的速度清理完污秽。房间虽然还有血迹，但不影响接下来的羞了。好了，帅哥，都收拾完了。我擦了擦汗，做出妩媚的姿态看向黑衣帅哥，他挺懂的，早就在床上躺好了，慵懒的身姿强壮而挺拔，嘴角挂着几分玩味的笑意，目光肆意打量着我的身体，显然是馋坏了。
我更有把握了，径直坐在他腿上，上半身微微俯下，贴着他的胸膛，手指在森寒的长剑游离。帅哥，我说你白天怎么没有出现？是不是找到了这把神器，怕被其他玩家抢了？他脸上显出思考的神色，没有说话。还装矜持。我的手指离开长剑，游向他的耳垂，说话间带着喘息。帅哥，你这么厉害，为什么放着那么多玩家不救，来救我呢？不用说，肯定是我最漂亮。那个大明星唐欣欣也不及我，我以为他会说些夸赞的情话哄我，没想到他的段位更高，沙哑的声音带着迷人的魅力。因为你叫我老公啊。